救救我！救救我！救救！哎，鲁南，什么情况？阿玲，话说一半，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信号不太好，我马上就到啊。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我们没事，没事，小宝贝没事啊。哎，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对，有人员受伤，还有救火车。 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5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环城高速由南向北滨海出口附近。我身后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紧急，目前警察、消防、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现场救助。 我知道，我理解。你们的情绪我都理解。你们，但你们听我说。好，我知道。您是？你好，最高院刑庭的鲁南，你们无队叫我过来的。您受伤了？啊，没事。别激动，我别了。好，我知道，哎，吴队你好，我是我，抱歉让你久等啊。别路上请等。好。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不会吧？我第一次到南京。带卢法官去会议室。行，这边请。哎，卢法官。好。 你们不停在会议室啊，我处理一下就来。知道了。副领，不好意思啊，我这是江州行政支队的乔政委。哦，您好，最高院刑庭鲁南。你好。吴队这回有事儿，他一会儿过来。哦，我刚才碰见吴队了，门口有几个被害人家属在围堵律师，他去处理一下。啊。您看我是在这儿跟您汇报。金港的案子不急，你先看看这案子。 这是怎么个意思啊？今天把你叫来南京，除了汇报案子，就为……不好意思，领导，我接个电话。喂，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法律是要走程序的。程序？我姐姐都走了9年了。9年了，你们年迈成熟，都没有个说法。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死刑是需要走复核程序的，好吧？请你们再等一等，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我们等不了了，必须要严惩凶手。你们要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对。你们先回去好吗？请相信法律啊！相信法律。您好，这里是四星区交通支队，刚才是您在滨海出口报的警吧？啊，是我。怎么称呼？鲁南。哦，是这样，我们要麻烦您来支队做个笔录，协助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如果您有受伤或者经济损失的话，也好一并处理。啊，这样，我现在这边有个比较着急的工作要处理，等我处理完了，我尽快赶过去，好吧？不是你这刚到，要急着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啊？啊，晚上我得去上海赶车去金港啊！领导，
您赶紧让我给您汇报金港那边案子的情况吧，我书面报告都写好了。不，你先听我说，金港的案子不着急，回头再说。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一下。怎么，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这是咱们庭承办的另一起死刑复核案件，案情虽然牵扯到南京和江州2个城市，倒也谈不上有多复杂。这样，你一会儿把案卷看一下。啊。哦，等等，那个去趟洗手间，照照镜子，收拾一下自己，拿点下管最高院的罚款。好，出门左拐。哎。不对，不对，不对！你又来干什么？还嫌不够乱啊？田阳的案子，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哎，久等了。哦，你先看看案卷。哎，有什么疑问，乔政委也能向你解释。哦，9年前的案子啊。对，9年前，在我市汉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失联。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刘凤军失踪当天携带了人民币10万元，打算去吴越广场换汇的集散地，私下换一些美元。根据这一线索，辖区民警多方摸排，通过走访得知，在下午的5点多，吴越广场绿豆汤摊主曾见到刘凤军随一男一女自广场离开。刘凤军遇害以后还被分尸了。第一部分尸块是在她丈夫报案后1周，也就是5月16日，在汉江西区跨海大桥下的浅滩区发现的。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又先后在汉江区和雁江区都发现了尸块。初步推断，应当是一起财产动机的故意杀人案，而嫌疑人很可能是以换汇名义将刘凤军带离吴越广场的一男一女。杀人和分尸用的同一把刀，而且这把刀还出现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说起来，这把凶器的发现时间甚至要早于确认刘凤军遇害的时间。5月11日。在汉江金汇夜总会附近，有2伙年轻人因为在夜总会发生摩擦，爆发了冲突，双方一路追打。其中一名男青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这把猎刀，并用这把猎刀捅伤了对方一人。走了，杀人了！哎！警察及时赶到，把两边的人都抓了。这没有护手的刀，就是容易伤了自己。这刀上一共提取了5个人的 DNA。当我们把被害人刘凤军的 DNA 信息录入到信息库后，立刻就跳出了这个比对结果。我们才知道，原来凶器早就被起获了。伤人者的血留在了刀上被害人的血。刘凤军的 DNA， 田阳的 DNA，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者的 DNA。很幸运，在这把凶器残留的白细胞中，我们都提取到了 DNA， 其中有2组是与被害人刘凤军以及被告人田阳相吻合的。看来你对这案子挺了解啊，我也甭翻了，干脆你给我讲讲算了。之后的情况我更了解。还是我来说吧。当时虽然从凶器上提取到了 DNA， 但是被告人田阳还有李梦琪并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 DNA 存档。再加上吴越广场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排查起来十分困难。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直到今年年初，
我是经侦人员，对于本市的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涉嫌贿赂海关人员，对董事长田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田阳被羁押之后，他的指纹、脚印还有 DNA 信息，我们都按照流程采样，并且录入了公安部的信息库。这不到1个小时，对比结果就出来了。主办室电脑警报响得满楼道都听得见。命案优先，这个案子当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田阳就是9年以前在江州杀害刘凤军，并且将其肢解抛尸的人。之一，我看他还有个同案李梦琪。但是判决没他，还是人没抓着吗？就是因为李梦琪，你们老大才会来南京。哟，杨哥，这晚还忙着呢。这个吴队是您的？我发小，一起在审计局大院长大。她第一任老公是我大学同学，现在的老公是我法官进修学院的同期。哦，不，您这可是公事私事一起抓，甭瞎打听这些啊！总之，这案子在张涛手里复核了好几个月了，该提讯也提讯了，各阶段的证据全核实过，走访也基本完成了。我跟吴队沟通过这个案情，都认为对于这个案子，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不要紧赶着让这个田阳去死。刚才吴队他们不是也不说了吗？这个李梦琪8年前结婚，1年之后就失踪了，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跟我在金港复核的那个案子倒是有点像。咱们有句词儿叫做另案处理。怎么个另案处理？我是说，甭管这个李梦琪归不归案，他都不会影响对田阳的刑罚执行。还真不好说。从玉成开始，到张涛复核过程中提讯，这个田阳什么都认，只有一点，他坚称将被害人刘凤军带回他们租住的地方后，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就这一点上啊，如果有李梦琪的口供来印证，自然是更完全。完全不完全的，也不会改变田阳的故意杀人罪。师傅，我马上过来，稍等啊。这李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首先，吴越广场的目击证人证实，刘凤军是跟着一男一女离开的。其次，审讯田阳的时候，他准确地说出了李梦琪的各种身份信息。江州刑侦支队先后进行过3次照片指认，每次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从几十张照片中指认出李梦琪。第三，李梦琪结婚前曾混迹多处娱乐场所。江州警方找到了2名那一时期跟他相识的歌厅小姐，虽然时隔太久，他们无法明确地指认田阳，但却透露出李梦琪当时租住的地方，恰好就是田阳杀人分尸的那个筒子楼。那筒子楼现在还在吗？你说呢？9年了，对，早就推平盖写字楼了。都9年了，您觉得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这案子不是张涛负责吗？哎，他人呢？哦，他跟乔治啊，哎，领导，您在。他跟乔治现在也在江州，也在调查核实李梦琪的相关情况。哎，领导，您先别着急走，您得给我指条道啊！我就这几个小时，您让我到哪儿去给您找李梦琪去？鼻子底下是什么？吴队和乔正都在，自己去问去。那2位你也看到了，他明显就不对付呀，这说话都夹枪带棒的。你尽量配合就好，这是他们公安主导的案件调查，人家内部有什么分歧，不关你事，你别在这推三阻四的。你别忘了，你金港的案子要组合议庭吧？你算上方圆，你还差一个，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啊，领导，咱一码归一码啊，您可不能拿金港的案子来要挟我。你说什么呢？什么叫要挟？我还不能给你布置任务了。这2边都是咱们的案子，需要分那么清吗？不是，领导。行了，抓紧时间啊，别耽误事了。去核实一下李梦琪的情况。别啰嗦了，赶紧去干活去。哦，对了，别以为我没问你就不知道了。你是遇上车祸了吗？受伤了没有？我是说除了脸上。我没事儿。
赶紧换身，赶紧的啊，注意形象。好了，走吧。法官，法官，哎，法官您好。啊，你是刚才那个？是的，是的。我是田阳的律师，我姓冉，叫冉森。哦，你好，你有什么事吗？我知道您是最高院的，是不是跟我当事人的死刑复核有关？我不是想替田阳喊冤啊，但刘凤军真的不是他亲手杀的。对不起，这个案子不归我负责。那个，你是律师，你应该懂规矩。这案件是张法官承办的没错，但我向您反映情况也不违反规定啊。而且我认为，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上，本市公安人为架设了很多障碍。那你应该去找督察或者纪委，懂吗？李梦琪只要一天没有归案，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死者家属说去啊？武汉副队长知道李梦琪的下落。哎，最高院这哥们儿，怎么刚来就跟田阳律师搞到一块儿去了？卢法官，您看您想吃点什么？随便。那我就看着点了啊。哎，麻烦给我拿一下这个。来，您拿。这个多少钱一个？好了，给你了啊。谢谢啊。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我就胡乱点了点。都行。水。谢谢。你刚才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什么意思啊？据我调查了解，田阳和李梦琪其实一直没有分开。虽然后来在江州，李梦琪傍上了大款，但最终还是追随田阳来了南京。是吗？那我八卦一下，既然这个李梦琪都已经追随到南京了，那为什么田阳又娶了别人呢？因为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什么意思啊？田阳来到南京之后，成立了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但短短几年，斯塔瑞就成了南京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说这些全靠进出口生鲜，您信吗？你把话别说一半啊！既然已经说了，就把你知道的说说呗。我是斯塔瑞的法务，虽然财务记录我看不到，但我一直怀疑，除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公司在暗地里同时境外走私。那你怎么不把这些跟相关部门反映呢？第一，我没有实证；第二，我端的是公司的饭碗。所以你老板被抓了以后，你就变成了他的刑事辩护律师。田阳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当事人，不管是职业属性还是私心，他的个人权益都应当是我放在首位的。那田阳公司帮这个走私集团洗钱，他跟李梦琪是什么关系呢？南京最大的走私团伙基本上控制了东江港和北坞，也就是2个最大的口岸。据说这个团伙的头是个女的，所以我会觉得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李梦琪是个女的没错，但总不能是个女的就是李梦琪吧？当然不是。哎，谢谢。虽然我觉得这个走私团伙的头目是李梦琪无凭无据，但这起码算是一个方向吧。我多次向警方反映，他们完全不理会。我甚至当面向吴队强调过这个调查方向，可他给我的回复是：
与本案无关。等会儿，你之前可是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但是你现在这个意思，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咱们的人正在赶往医院确认身份。放大，再放大。吴队到底是什么人，我不好断言。但田阳宁可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也从未提起这个走私团伙一个字儿。走私也好，洗钱也罢，总不可能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吧？田阳宁死也要保护的女人，您觉得最有可能是谁？所以你认为吴队对这件事情选择性失明，是担心？假设，我是说假设啊，这个走私团伙的头就是李梦琪。只是走私的话，不涉枪涉毒总不会是死罪吧？可如果有别的死刑罪名缠身，那我想他不会顾及再把谁供出来。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走程序上报。你的这套逻辑啊，不能说是口语不通，不好意思啊，我话说的有点过，但确实是有点牵强。而且我刚跟你说了，我不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不管您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但我知道您是外来的，您不会受南京各方势力的影响。不管这个田阳他该不该死，但是我觉得啊，由你给他做律师，这都是他的幸运。哎，这个江州来的乔政委，你认识吗？凶杀案发生在江州，乔正是江州方面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他对这个案子格外上心，常跑来南京。因为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所以也询问过我几次。所以你对李梦琪的猜测，你也都跟他说过了。乔正其实还是很认可，他对李梦琪这个人很关注，很多关于李梦琪的重要信息都是他带。那乔正怎么看吴队啊？我没敢在他面前加个微信。好。我想你。卢法官，我是法官，你是律师，不能吃你的请，谢谢了啊。两位领导，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总拖着一起复核案件不给出结果，是没有办法向社会公众交代的，尤其是被害人家属。一起陈年旧案，汇集了3地的司法人员，还不够特殊啊？特别是让江州支队的政委都亲自到南京来了。吴队这边对案子一直没放手，但您太忙了，我也是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行了，我队里还有事，那审判员回来了再叫我。卢法官，乔正，你这是在等我？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这比我现在正在京港办的那个案子比的话，这样算还可以。我是说在会议室那个局面。那也没什么。吴队跟我们领导希望我们能对这次的案子复核慎重一些，所以呢，你觉得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吗？田阳这个案子，在很多环节上都有操作的余地。
公安这边可以延长侦查的时限，检察院可以推荐要求补侦，南京中院在判决上也可以斟酌，判个死缓，再限制减刑。我估计田阳这辈子都出不来了。我是说，这案子一路速审速判，到最后让你们做死刑复核的慎重再慎重，不奇怪吗？可这也正是吴队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对这次案件复核慎重一些的原因呢。他就是希望能有时间找到这个下落不明的李梦琪。可是谁在找？怎么？你是觉得南京公安这边办案有问题吗？还是觉得有人希望田阳死呢？我没这个意思，只是案子推到现在这个局面，我有一些疑问。邱正，你作为江州刑侦支队的领导，这个时间与其在这儿督战，还不如回到江州去加大寻访李梦琪的力度，来得更有效一些。东江港那边的走私团伙头目叫陈曼，也许是个假名。这不会也是听田阳那个律师的说辞吧？某种层面上，他知道的没我多。那具体的呢？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个30出头的女性，身高1.67米左右，比她偏瘦。这些特征倒是跟李梦琪比较接近，但是这南京跟这个特征接近的女性，少说也得有个10万8万的吧。据见过她本人的透露，这个陈曼的脸上有明显的整容痕迹，而且不止一处。这些信息对你们公安来说有用，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我是个在南京不方便执法，我更是一个在哪儿都没有执法权的审判员。这事儿啊，你呀，还是应该去找吴队。但吴队可是拜托了你们厅长。行了，我先走了，圈里有我电话。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李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我们做律师的随时可能要见客户，备几套适合不同场合的衣服，能节省点。那什么，跟你商量件事儿呗。我这时间比较紧，也没空去买衣服。我看咱俩这体型也差不多，能不能借我一套我换换？你看我这啊，当然可以。您卖我也成。啊，不，您随便挑啊，就当我送您了。哎，别那么客气。哎，对，你以后说话呀，别老您的啊，太客气了。你看你这牌子我也买不起呀。你送了我也不敢要啊！哎，这都可以啊。哎，好，我就是借穿一下啊，回头我干洗完了还给你。谢谢啊。没事。哎，对了，东江港和北坞哪个你比较熟啊？我这人生地不熟的，多谢你带路啊！我打个电话。哎，乔丽，你好。什么事儿，陆法官？不好意思打扰了啊。江湖救急呀，问你个事儿，如果你打算走私的话哈，你会怎么入手呢？什么叫我要搞走私啊？我不搞那玩意儿。我是说如果。那要看走私什么东西了。比如说像什么保护动物啦，啊，医疗器械、人体器官，什么汽车、导弹、豆包、咸菜，什么都可以。我想用什么样的运输方式呢？海运。那我得先找一个合适的码头。
怎么个合适法呢？现在哪儿啊？南京。杂货码头呢，不方便运大件儿；专用码头呢，监管非常严。那好歹你得先找到一个通用码头，就比如东江港。那我运气真不错，我现在就在东江港。卢法官，办案不能靠运气的。啊，对了，你干啥呀？这事儿跟朱红的下落有关吗？跟金港的案子没关系，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到了码头，然后呢？躲避海关监察呀。怎么逃？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啊，是你说的这个江湖，我没混过。好吧，好吧，谢谢了啊。哎，等会儿。哎，你是介绍的绍，朝廷的廷，没错吧？你们家就你一个吗？怎么突然问这个呀？哈哈，没什么，就多句嘴。行，那谢谢了啊，回头再联系。罗法官，咱们来这儿是要查走私。查走私这事儿用不着我，不是你说李梦琪有可能是走私团伙的老大吗？你离开金港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接触过走私案吗？我说你懂不懂走私？哟，你不是跟我说没有下海的打算吗？我现在在南京有急茬啊，我就问你啊，走私团伙利用码头走货的话，我怎么才能找上这帮人呢？嗨，这事好办，你呀就找这个码头上最大的物流商，你就跟他说，你兄弟，我现在有上亿的货物要进口，但是又不想交税。麻烦你指点一下，这猪头应该往哪个庙里送呢？哎，别开玩笑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急茬，归不归我管这事儿，它也不归你管。行，赶紧的。这么说吧，既然是团伙走私，那么人家该打通的关节早就打通了，该伪装的地方你也绝对看不出破绽，所以别指望找对了码头就能发现什么线索了。那物流部分呢？物流公司就负责搬东西啊，那杀人犯也是通过美团叫外卖的，好吗？那如果换了是你，你会怎么办？我，你说这个走私团伙成规模吗？规模不小。我会从仓储下手。成规模的走私团伙，大东户必须有地方暂存，港口和进港的仓库临检的风险很大。如果把货物直接送到下家门口，那也不太现实。从港口到内陆之间的中转仓库是首选。接下来呢，要留意一下码头各批次货物的物流走向，看看哪一些是不在这个口岸停留，直接运往中转仓库。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正规合法的那个进口贸易，但至少可以缩小你们的审查范围。剩下的，那只有靠定点摸排了。物流交接是否用现金，有没有套号的集装箱等。那不让进吗？不让进，好，快！好，反正总之吧，哎，你找到线索也好，找不到线索也罢，这搞走私的团伙可盐可甜，你小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了，哟，陈师傅，师傅，快先给我起了吧，来不及了，我得上班去了。哎。卢法官，下一站去哪儿？去这儿。他们见过你吗？谁们？走私团伙？当然没有，我连走私这事儿都是猜测的。别紧张，我就是这么一问。把你名片借我用一下。
你要这个干什么呀？我也没啥能做的，我在这儿也就待几个小时，碰碰运气吧。师傅，师傅，你好啊，我是斯塔瑞的，我们公司一直用你们这儿做转运仓库，我今儿来看看货。斯塔瑞法务？嗨，什么法务？就是给老板跑腿擦屁股的。来，加热，抽口啊！这货是你想看就能看得了？曼姐的货，曼姐的货，你等等啊。喂，我这儿来个人，说是斯塔瑞的。地方对了，你原地等我。下梯，下梯，从那里上来的，不能上来，不能上来，下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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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上来。对不起，对，下梯，下梯。不好意思啊。你干嘛的？我看你裤裙溜达半天了。你好，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我要找曼姐。找错地儿了，这儿没有什么曼姐，赶走。斯塔瑞公司帮曼姐带货，你们应该知道啊。哦，当然了，如果你们层级太低，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斯塔瑞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们老板现在已经进去了。那你应该也知道他在里边，这曼姐的事儿可什么都没撂，要不然你们现在还能在这儿劳动货呀？啊？这怎么的？威胁我呢？谈不上威胁，生意嘛，好合好散。我今天来呢，就是想替田总的家人要2人加费，啊，当然这事儿你们也做不了主，让我去跟曼姐聊。曼姐现在不在南京。她不在南京？啊。得。那我改天再来，或者让曼姐跟我联系也行，名片上有我联系方式。哎，等会儿，冉律师，既然来了，别着急走嘛。曼姐虽然不在，但有些事儿我们哥俩还是能做主的。要不咱换个地儿聊？行。车帅啊！别瞎看，这边，在这儿等着。薛哥，薛哥，检查一下，给我。
机呢？手机给我。进去吗？哎，你干嘛你？这些东西我们帮你看着，进去。坐，冉律师。您好，您怎么称呼啊？曼姐的事儿，您能做主吗？你很着急找曼姐啊？田总被判了死刑，人一死啊，就说不清楚了。所以有些事儿呢，最后还提前跟曼姐说清楚比较好。冉律师，这曼姐跟斯塔瑞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斯坦瑞的法务啊，您说呢？你不是冉芬啊？你谁呀？笑哥是吧？别紧张，别紧张啊！其实我是不是冉森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只要知道，我跟斯坦瑞跟曼姐的关系都非常紧密，这就够了。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来到这儿，对吗？很好，这小孩是法官。结束。答对了，我确实不是人才。哎，麻烦你，过去，那边去。把他绑起来啊！哎，我操！你要想活着出去，你赶紧动动手吧。法官大人。哎，你啥呀？进去！我不明白，被害人朱红被王博和雷小quân从落差30多米的山崖推下去，这案子有目击、有物证、有供述，铁证如山。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案子？被害人朱红的尸体没有找到，不对吧？是不是因为被害人朱红的老婆是严秋？我知道你和他当初……不管当初怎样，现在这个案子就是缺少被害人尸体。难道说？是因为朱红的老丈人严培旭和邝北平是兵团战友，所以你想借这次机会？办案就是办案，这跟你我和邝北平的恩怨不是一回事儿。那你坚持要给王博、雷小quân辩护，总不能只是因为朱红这一条人命吧？人命，我说了，朱红不一定是遇害了，他只是落水了。
被申请人作为基金管理人，认为对所管理的债券基金加杠杆的决定，是取得了申请人，也就是基金托管人的指示和许可。这案子为什么不让乔律师来啊？咱们这边没什么证据，赢的希望很渺茫。难怪这么大的案子派给我，原来是为了保住乔律的不败金身啊！咱们所要想继续发展，有些表面功夫还是有必要做的。对，我们就是要精心打造出乔律的不败金身，多方运作成金港10家律所。还有洪律师这样的核心业务骨干。我是核心业务骨干，那乔律算什么？是打手。曹总，我的客户说你的手下还有几个在他们门口晃悠的，几个意思啊？谁的人在那边？不是说过不许再往姓刘的拆迁户他们家门口派人了吗？都他妈给我滚过来，知道吗？这么点小事儿，您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还亲自跑一趟？哎，小吕，别耽误开庭。曹海的辩护人，你在辩护意见里说，作为这起抢劫案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唯一的成年人，曹海却不应当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我是说，他在这起共同实施的抢劫犯罪行为中不具备任何地位，他既不是主犯，也不是从犯，更不是胁从犯。在案发当日，4名被告人在曹海家楼下对2名被害人实施抢劫，其中有1名被告人认识曹海，也知道曹海家就在楼上。他喊了2声，曹海听到之后下楼，他跟这1名被告人在一旁抽了根烟，聊了会儿天就离开了。本案4名未成年的被告人均指认曹海未参与实施抢劫。曹海的辩护人，那按你的说法，出现在抢劫案发现场的曹海是什么性质？他就是路过。注意法庭秩序。谢谢。得罪哈，我这完全是属于胡搅蛮缠。都是工作，能理解。毕竟被告人的家属在场。乔律，牛啊！没错，我儿子就是路过。你说法院是不是应该当庭放了他？你的手下去威胁我客户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带3、4个人？啊？你也知道人多唬人是吧？曹海已经快20岁了，身高1.8米，在2名被抢劫的孩子眼中，他戳在那儿就是站脚助威的成年人，还当庭释放，缓刑你都别做梦。哎，等等，您刚刚不是说他就是个路过吗？我是在努力争取让曹海不要在一起全是未成年人实施的抢劫案中作为唯一的成年人被判的最重，仅此而已。还有你要清楚啊，曹海是个成年人，抢劫是暴力犯罪，是重罪。我要是能为他争取到1年的实刑，你就烧高香去吧你。我先走了，赶时间。别让你的手下再去骚扰我的客户，有时间在家多管管儿子，还笑得出来。给我方造成巨额的损失，本质上是被申请人由于过度追求收益而不顾操作权限，向撒旦下注而导致的结果。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根据我方与被制申请人签署的基金托管合同，该损失应由申请人详仓公司。人家律师可不怂，眼看没辙了啊！我方申请之前乔律不是看过这案子吗？你要不要问问他？这时候想起你师傅的好了。违规的增加概念操作。老律啊，现在办个案子都这么拼的吗？碰瓷儿算敲诈勒索，你知道吧？你带领那个女孩根本就没有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性骚扰她，你们后续拿不到任何的证据，这案子你们赢不了。不重要，
就像我之前说的，你们同意和解，我们就撤诉。这案子你们铁定会输，我当事人凭什么跟你们和解？你这么有信心会赢，你找我谈什么呀？申请人认为你们超权限操作，这部分你们有什么解释？这个，只要诉讼持续下去，你的当事人就会不断地出现在舆论热点上。他过去的成就、现在的职称以及未来的前途全都玩完了，几年之内绝翻不了身。被申请人这一方的操作并没有越权，而是得到了客户及申请人，也就是基金托管人的临时指示的。等到诉讼结束之后，再过个3、5年，也许公众会逐渐遗忘这件事。你的当事人可以小心翼翼地在学术界探头，但是已经晚了。他的黄金上升期已经结束了，想要的位置呢被同龄人占了，那些奋起直追的后辈会挤压他在圈内最后剩下的一点生存空间。在合同上清楚地注明了客户是2个人，梁中先生和他的夫人李静女士。基金管理人的杠杆行为是李静女士把指示通过托管人传达过来的，这部分仲裁庭可以调取他们的联系记录。你们现在赔钱和解，尽快的让事件平息，是唯一的选择。被申请人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调取这部分记录，作为证据出示。你的当事人是个惯犯，在圈内被他骚扰和侵犯的女性不止1个。没错，我的当事人在事件描述上也许会有些偏差和夸张，但骚扰行为，哪怕仅仅是言语骚扰，那是一定发生过的。否则，我的当事人不可能选择第2天直接报警。咱们都是律师，凡事得讲证据。没错，咱们都是律师。律师就有责任让当事人接受对他有利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更何况，总得有人让他付出代价。我当事人也许在行为上是有些不检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多少有点冤。300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马律师，让他赔了这个钱，以后至少他在想要去骚扰那些年轻弱势的女性的时候，他能想到这7位数。我不相信他会在道德上自省，但也许价格能让他放老实些。说。哎，少廷，可以呀。对方主动要求和解了。哎，你是怎么知道李静给过基金托管人加杠杆的指示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跟基金托管人的经理有一腿。如果这件事情败露的话，对于他们整个家族来说，这都是个大丑闻。而且基金托管人这边也会失去他们最重要的客户。你是从哪儿打听到的？你先别问我这个。王博雷小坤的案子，我让邹亮去查朱红他们家财务状况的事儿，你怎么会知道啊？啊，东子告诉我的。他担心你对这个案子执念太重，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薛东，他又怎么知道的？你那个老同学不是在金港银行吗？金副所是金港银行常年的法律顾问。那薛东知道了，邝北平肯定就知道了。不能吧？东子虽然是金副所的，但跟咱们毕竟这么多年兄弟。他在金副所，就是邝北平的人。主任，您多虑了。张正这次去律协参选，无非就是想表个姿态，让大家觉得他们德智所有能力跟咱们一较高下。至于什么10家律所啊，或是韩松阁的儿子，在竞选过程当中根本起不到什么助力。 6年前德智所主任换选，
张正投了自己一票，当时我也以为他只是想表个姿态，结果就是现在他作为德智所主任的身份，公开跟我上对台了。不过也许你说的对，毕竟你和张正、乔少廷是同一个宿舍出来的，可能你更了解他们。要我说，张正没那个魄力，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真正敢对您亮刀子的，只有乔少廷。真正有资格上华山论剑的，可不是那种对谁都敢亮刀子的小儿科。所以，主任，德智所有个致命的弱点。你的意思是，只要摆平了乔少廷，就能摆平张正？我只是想说，张正和少廷恐怕不完全是一条心。你和他们也不是一条心吧？嗯。当然了，主任，在学校那会儿，这俩还忙着到处抄论文呢，我已经拿到双学位了。层次不同，玩不到一块儿去。来，这香精、色素加自来水的破玩意儿，咱都喝了多少年了？你怎么不喝呀？上回咱俩见面，我喝了半杯，闹了一宿肚子。不过也许你说的对，毕竟你和张正、乔少廷是同一个宿舍出来的，可能你更了解他们。要我说，张正没那个魄力，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真正敢对您亮刀子的，只有乔少廷。真正有资格上华山论剑的，可不是那种对谁都敢亮刀子的小儿科。所以，主任，德智所有个致命的弱点。你的意思是，只要摆平了乔少廷，就能摆平张正？我只是想说，张正和少廷恐怕不完全是一条心。你和他们也不是一条心吧？嗯。当然了，主任，在学校那会儿，这俩还忙着到处抄论文呢，我已经拿到双学位了。层次不同，玩不到一块儿去。来，这香精、色素加自来水的破玩意儿，咱都喝了多少年了？你怎么不喝呀？上回咱俩见面，我喝了半杯，闹了一宿肚子。不过也许你说的对，毕竟你和张正、乔少廷是同一个宿舍出来的，可能你更了解他们。要我说，张正没那个魄力，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真正敢对您亮刀子的，只有乔少廷。真正有资格上华山论剑的，可不是那种对谁都敢亮刀子的小儿科。所以，主任，德智所有个致命的弱点。你的意思是，只要摆平了乔少廷，就能摆平张正？我只是想说，张正和少廷恐怕不完全是一条心。你和他们也不是一条心吧？嗯。当然了，主任，在学校那会儿，这俩还忙着到处抄论文呢，我已经拿到双学位了。层次不同，玩不到一块儿去。来，这香精、色素加自来水的破玩意儿，咱都喝了多少年了？你怎么不喝呀？
上回咱俩见面，我喝了半杯，闹了一宿肚子。